少年明明是被老男人性侵了4年，可没想到竟对他产生了情感。本来这次会面是少年山姆配合警方，准备来诱捕老男人的，不料关键时刻他竟出言提醒，让男人快跑。而当正在监听的大队长听到后，连忙下达了抓捕命令。可当警察上前之时，老男人竟扭头就逃。然而警方已在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老男人巴特刚冲出车站大厅，就被逮了个正着。但可惜的是，刚才巴特还没坦白就被提醒了，所以监听录音根本没录下确切罪证。巴特的律师也以此为理由，大肆反驳警方，但警察坚称录音可以作为证据，试图唬住巴特，忽悠他认罪。但男人立即否认了，还称一切都是山姆编造的谎言。哪知一听他的狡辩，警察差点被气乐了，当即揭穿你前2次被抓也都是用的同样理由，世界上哪这么多巧合，都是儿童说谎欺骗你这个大人。接着警察趁机又嘲讽了巴特几句，整得老男人顿时哑口无言了。可就在律师要争辩时，巴特竟义正言辞地表示，我花时间陪伴山姆是因为我关心他，我很同情他，因为他没有父亲，我把山姆当成朋友，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他爹。但警察一眼就看穿了巴特是在表演，因为他们知道巴特被告过很多次，经验老道，很清楚要怎么样装无辜。并且黄博士分析，山姆之所以临时反水，是因为当初报案的是他母亲，山姆心里还是在乎巴特的。这也证明巴特的高明，他专挑容易受影响的男童下手，因为这种男童渴望关怀和支持，是最容易操控的受害者，也最不可能反咬他。可即使这样，也不能不告巴特了。大队长坚持要说服山姆出面指证，检察官决定亲自出马，可结果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检察官首先表明没人怪罪山姆告密，然后将黄博士的分析缓缓讲出，接着表达了对山姆的理解，最后声明以后无论你决定要跟谁在一起，都将由你来决定。不料这句话却戳中了山姆最害怕的事。 I'm not a fag. I'm not saying... I have a girlfriend. Okay. I'm not a fag!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anymore. 说完就跑了。而母亲见到儿子的样子后，就知道他被伤害了，于是将警方好一通抱怨。现在他可有点后悔报警了，也决定不再帮警察起诉巴特了。这下检察官可傻眼了，竟事与愿违。对此，大队长只好只是尽量收集巴特的犯罪证据。随后，警察就搜查了他的住处，果然发现了大量色情视频，可全都是异性成人的，并且屋子里摆满了最新的电动玩具、运动用品，还有各种色情暗示，俨然就是男孩子的天堂，明显是巴特用来勾引受害者的。然而这些却不足以当作证据。接着技术科检查了他的电脑，500G 的硬盘里竟有499G 的色情片，但却都不是儿童的。至于他的上网记录也被删除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安装了特殊软件，每天一清除，所以目前是找不出巴特有罪的证据。没办法，检察官只能硬着头皮再来找山姆了。可母亲不想儿子再受伤害，打算出庭转述他的控诉，但显然这不合法，检察官只能继续力劝让山姆出面，并拿出了避免巴特再伤害其他男孩的大义。母亲听完后沉默了，善良的她还是决定劝解一下儿子。在讲明了利害关系后，就将选择权交给了山姆。或许山姆是为了不让母亲左右为难，最终同意了出庭指控，却不料最后他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检察官也照顾了山姆的情绪，为他申请了只面对陪审团陈诉，而没有巴特在场的作证。随后山姆坦诚，在自己12岁时，巴特第一次摸了他。We were just hanging out. He gave me some beer because I helped him change the oil in his car. How much did you drink? I don't remember. He just kept giving me some. What happened next? He started showing me stuff, magazines, pictures of girls. Talked about how guys like to look at them because it made them feel good, and that nothing was bad about that. He said that everybody does it, that it's no big deal. When he touched you, what did he say? 一想起当时旖旎的画面，山姆就羞于启齿，不过还是坚持做了回答。Roy said he could show me how to do it. He said that he knew how to do it right because he was older. He said that all guys did it, and that I could be a man just like him. 就这样，经过一番煎熬，山姆总算是成功完成了证词陈述。可谁知就在他准备离庭之际，意外突然发生了。不知怎么，巴特这时也来了。警察赶紧上前拦挡，免得山姆受到伤害。但不成想，被伤害的却是巴特和检察官，因为一个男孩突然冲出，撞倒了2人，嘴里还大骂巴特是个变态。事后，男孩向警方交代，他也是被巴特性侵过，本来已经释怀了，不料这次看到他被捕的报道后，所有回忆一下涌上心头，这才做出了过激的举动，并且他是从11岁开始被侵犯的，当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可只有他持续了5年，因此才没告诉别人，毕竟那是自己的选择。并且更炸裂的是，等他大一点了，巴特就不喜欢他了，于是让他带其他小朋友去他家。而一听还有其他人，警察立马让他回想名字，可毕竟时间太久远了，男孩也记不清了。但即使只有他自己，也要指控巴特。然而听了这话，警察却沉默了，接着就问起了他的年龄，哪知男孩已经27岁了。警察不得不为难地告诉他，已经过了追诉期了，因为这种案子要在满18岁5年内报案。这下男孩可懵了，虽然很不服气，但警察也没办法，毕竟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不过男孩却尽量给警察提供了一份名单，都是巴特在15年前强奸的孩子。
可检察官一问，这些不都过了追诉期吗？然而警察也有想法，因为巴特喜欢通过当时的被害者再介绍其他被害者，所以有可能找到没过期的。对此，检察官对他们予以了鼓励，却不料半夜他就被电话吵醒了，竟然出大事了。紧接着他就赶到了医院，居然是山姆服药自杀了。而这时母亲却把责任全归到了检察官身上，一看见他就发疯了，大骂让他滚。警察不得不先将检察官带离了，可这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呀。不过幸好最终山姆并没有死，但不幸的是他成了植物人，根本无法出庭作证了。大队长本想劝解检察官不要自责，不料检察官想的却是山姆的自杀原因，而警探已调查出昨晚他和巴特通过话，可却是山姆主动打的，并且时间只有15秒，不足以证明巴特胁迫了受害人。但检察官不管这些，然而大队长仍坚持要更确凿的证据，于是想起了那份受害者名单，可时间太久远了，警探们也只核实到了一个叫塔克的人。不过这个人却很是不一般，因为他正在坐牢，罪名也是性侵儿童罪，明显是个不可信的人。但检察官不管这些了，立马准备会见这个人。不过在此之前，他必须先和巴特律师斗一场，因为律师提出了驳回起诉的动议，理由当然是原告证人无法出庭。检察官当即反驳山姆并没死，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律师则提出了医生诊断，俩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可法官只想知道山姆能康复不，结果检察官也拿不准，于是法官只给了3天时间，让检方拿出证据来才能继续起诉。不料检察官当即拿出了山姆曾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词，哪知律师又反对，因为没有交叉询问不算数，而检察官则立马举出了类似案例来支持这么做的合理性。然而法官却听信了律师的理由，对于山姆的证言不予采用，还是只给3天时间，一旦到时检方没有其他证据就驳回起诉。这下检察官立马压力山大了，他只剩下唯一一个选择了，那就是来寻求强奸犯塔克的帮助。虽然塔克也是巴特的受害者，也愿意出庭指证巴特，但检方也明白以他的处境很难取信陪审团的，于是只想让他提供一个信息，那就是根据他们恋童癖的习惯，肯定会留着受害者的照片或纪念品，让自己可以回味当时的快感。因此猜测巴特肯定也有留念，警方就想知道他的藏哪了。不料塔克却不知，但检察官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让他直接提要求。于是男孩抓住机会赶紧讲出了自己的条件。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他终于吐露了信息，就是巴特有个弱点，他喜欢将自己和受害者录像，然后将录像带寄给受害者，不过不是本人的。但检察官需要具体的证据，于是塔克保证巴特肯定也给山姆寄录像带了，只要找到那就是证据了。这么看来还真是铁证。不过有个问题也出现了，警察不得不又硬着头皮来找山姆，而在提出了搜查他家后，被母亲果断拒绝了，并让他们滚。可警察还想继续说服，但山姆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母亲对警察毫无好感，更不再想牵扯进案子了。I don't ever want to see you people again. 既然母亲态度这么坚决，俩人只能识趣离开了。结果一回到派出所，就被检察官好一通数落，责怪他们办事不力。但警察已经在尽力做了，不由得反驳了几句。结果检察官更是气急了，怨气也更大了。You work for me at my discretion. Your sole purpose in this process is to bring me a case I can prosecute, not one I have to fix. 不料还是大队长老练，他向检察官请教怎么做。哪知一听这话，检察官也懵了，也明白自己刚才过激了，没有证据不是警方的错，随后就落寞地离开了。而在3天后，他请求续审，法官以期限已到还没新证据为由，驳回了检方对巴特的指控，他被无罪释放了。可检察官不服气，休庭后就立马缠上了法官，申请对山姆家的搜查令，目的是找出巴特性侵男童的录像带。但法官一听消息竟是一个恋童癖罪犯提供的，当即认为来源不可靠，不予签发搜查令。可检察官不会就这么放弃的，他决定孤注一掷了，然后就将警察叫去了山姆家。但母亲一见是他们，当然不欢迎了。可检察官也是拼了，不管谁反对，今天是必须要搜查的。他已经赌上了自己的一切。而在经过一通仔细翻找后，警察果然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个暗格，里面有一个巴特邮寄来的包裹，可山姆连打开都没打开过，结果里面还真是录像带。这下证据真的有了。随后警察就风驰电掣赶到巴特家，将正要搬家的他堵住了。然而警察还没因逮到罪犯高兴3秒，大队长就气炸了，更是直接让俩人滚进去，接着劈头盖脸就训斥他们，没经允许就竟敢搜查山姆家。俩人急忙解释检察官有搜查令呀。结果在大队长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他们才回想起来检察官还真没提搜查令，可也强行为他掩饰，我们是凭良心进去搜查的，而且真的找到了巴特性侵其他5、6名男童的录像，这是可以将他定罪的。但大队长却一语点名，如果法官不予采纳，那大家就还是一无所获。而事情果真像他猜想的一样，巴特律师紧紧抓住非法搜查这一点，坚决要求将这次查获的任何证据都必须排除。可检察官也很有理由，我们没侵犯巴特的权利，虽然侵犯了山姆母亲的权利，但他又不是被告，所以巴特没立场抗议对他人住家搜查，这对本案不构成任何影响。而法官在综合考虑后，认为检察官的行为虽然不当，但不得不认同违法搜查山姆家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由于并未侵害被告的隐私，因此他在法律上没有资格提出抗议，所以判定录像证据合法。检察官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接着法官也批评了他，这种行为非常不道义，也令检方蒙羞，会建议检察院对他调查的。
但检察官不后悔，伸张正义总要付出代价的。最终，巴特被指控的6项2级猥亵罪、6项促使儿童从事某某罪、6项录制儿童某某淫秽内容罪、6项持有儿童某某淫秽内容罪、6项2级性侵罪全部成立，而检察官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被扣了1个月的工资。而对于非法搜查罪，由于山姆母亲决定不提起诉讼，所以也就没事了。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